有些人一谈到省钱，就觉得自己是在精打细算，什么都买最便宜的，护肤品买最便宜的，衣服买最便宜的，家电也要买最便宜的。结果呢，护肤品用了几次没效果，衣服穿2次就起球掉色，家电不到1年就坏，需要送进去维修。最后啊，你还是得要花更多的钱重新买下一件新的替代品。你觉得花出去的每一笔钱都花在刀刃上，其实啊是在花冤枉钱。省钱呢，不是买最便宜的，而是买对的。在现实生活中呢，很多人根本不会省钱，反而在这些地方上花的最多。所以今天的视频呢，想来分享这些你以为很值得，实则根本没有必要花的钱。如果你也曾经在这些消费上踩过坑，那就一定要看到最后。那些在社交媒体上被鼓吹的很厉害的贵妇级护肤品，动不动一瓶精华就是上千元，容量啊却少得可怜。一罐贵妇面霜呢，他们告诉你这瓶真的很值，一定要买。甚至啊，连初高中生都开始用贵妇精华，他们认为只要成分高级，贵的自然是好。但是我们先抛开贵妇护肤品的确能针对一些年龄的肌肤状况以外，我敢说啊，现在的年轻人以及初高中生买它就是为了买个牌子。大部分人认为买护肤品的钱就是花在那些有着高科技护肤成分里，但是你错了，你买的只不过是广告营销、明星代言和包装设计。成分表上写着一堆高科技的词汇，但真正起作用的还得是最基础的保湿。仔细看下你柜子里那些护肤品的核心成分，相同的烟酰胺、玻色因、维 C 和 A 醇，它们在平价护肤品里面其实也会有。涂在你脸上的护肤品更多只是个心理作用，它到底好不好用啊？只有你自己最清楚。所以不管是贵价还是平价的护肤品，只要你做好基础的保湿和每天最重要的防晒，其他产品啊都是锦上添花。像我现在人在曼谷，每天32至34度的天气，真的热得像个烤鸡一样。出门没多久，全身都是汗。不管是日常出街还是户外运动，防晒都是必不可少的步骤。那我们倒不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这一次我带来了蕉下春夏季的新品，分别有防晒伞、防晒帽、凉感阔腿裤以及3件不同款式的防晒衣服，每一件外套都有它的不同功能和实用性。这一季看起来更轻便、更百搭，而且啊，他们的一些小细节做的也还不错。说实话，我其实不太喜欢那种为了防晒而设计的衣服。对我来说，防晒当然重要啦，但更重要的是，我看中这件衣服能够在不同场合去穿，不管是旅行、爬山、通勤，都穿着不会显得特别突兀。这次新品最大提升呢，就是它穿起来非常的凉，它的凉感做得非常的好。它不是那种你穿在身上还是一身闷热的防晒衣，而是你一摸就知道布料是带有凉感的，手一碰会有点冰冰的触感，贴在身上呢不会黏，反而更加的轻盈轻松。首先呢，让我们来说一下这3件不同的防晒外套。那第一件呢，也是我认为在试穿里的这么几件呢最为轻便，也是最能体现出日常感的单品，非常适合我只是想随便出个门又懒得涂防晒，比如说我就出门下楼拿个快递，去咖啡店买杯咖啡，你都是能直接披着走人。加上它又是短款的设计，它只是到我腰部这边，我穿它的时候都会试着搭配短裙，就像今天这样子，或者是一条短裤，所以这一套看起来非常的显嫩。这件就是很好的平衡到轻便、透气、防晒性，又能日常搭配。那第二件外套呢，我能说是我这一次收到的这几件里最为具有防护力最强的一件，它的防晒值呢直接上到了200加，它真的做到了从头到手臂全方位给你保护起来。它有帽子、面罩还有手套呢是连在一起的，就完全可以把你的正脸还有侧脸、脖子、手背全部遮住。另外，如果你是每天需要骑车或者是出门上班通行的人，直接拎起这一套就可以出门了，非常的简单和快速。对了，还有一个我蛮喜欢的小细节，就是它的腰部的收腰设计，不像其他防晒衣那样显壮显宽，这样的小细节呢，能让你的腰部看起来更瘦。这个小细节也是我在前面提到的，是非常加分的一点。最后的这件衣服呢，和前2件是完全不同。第一件呢是属于轻便日常型的，第2件呢是属于全方位保护型的，而这一件呢更多是防风又防晒，即使
这样子，这一件衣服的防晒值也有100加。那么这款衣服和很多防风外套不同的是，它是拼接透气的面料，特别是在腋下或者是背部这些容易出汗的地方，就算穿上一整天也不会觉得闷。这件适合早上风大、晚上温差大，还有你本身怕冷怕晒又不喜欢穿得太紧身的人。说到夏天的防晒，除了上半身很重要，那下半身也请我们不要忽略掉，好吗？像大部分在夏天出行的人，一定不喜欢穿那些紧身的裤子。每次当你从地铁椅子站起来的时候，你裤子背后留下的汗印子，别提多尴尬了。这条真的穿上去，立马就感受到那种微微冰凉的感觉。它的版型是高腰加阔腿的剪裁，对我来说最加分的一点就是它真的不贴腿，不管是大腿或者是膝盖这种地方都不会被贴住。我平常其实不是特别爱带伞出门的人，因为觉得它太大太重了，很没有必要。但是当我拿到了蕉下的这一把伞以后，我对它的只有一个印象，就是怎么这么轻啊？它只有差不多1瓶矿泉水的重量，不仅防晒还能防水，遇到雨季的时候拿它挡雨，甩一甩就能将水甩掉，完全不吸水。那最后说到户外旅行，当然少不了一顶帽子。我戴的是这顶 Halo 的黑胶防晒帽。首先呢，它的帽檐是加宽的，具有12.5厘米的弧形设计，可以遮到脸的两侧跟脖子，还有它的内侧做得很透气，戴一整天头也不会闷。但这顶戴下来真的很舒服。这次视频提到的所有产品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的资讯栏里，可以点开产品链接看一下，以及我专属的优惠码，算是帮你们省一点，也算是继续支持我做内容。如果你连防晒都做不好，即使你在护肤品上花更多的钱，效果都会大打折扣。很多人会突发奇想，心中燃起了想要健身的斗志，信誓旦旦的立下新年 flag， 我要开始运动，我要开始减肥，然后咬咬牙掏出几千块办了张健身房的年卡，幻想着自己每天天没亮就起床健身，想象着在1年后拥有完美的身材。我告诉你，办卡那一刻是最开心的，真正去的时候却越来越少。在健身的这件事情上呢，贵在坚持。不管你花多少钱办了一张健身房的会员卡，都是将钱扔在水里。说白了，你开了健身房会员，就只是为了告诉自己你已经在健身这件事情上投资了，但是光靠投资却不行动，钱还是照样白花。如果你是真的想运动，不需要一开始就投资每月几百几千块钱的健身房会员，可以通过其他低成本的方式去达到你的目的。比如网络上的一些免费和付费的健身视频有很多，公寓里配套的免费健身房，小区楼下的运动器材，或者就买几对哑铃加上一张瑜伽垫，在家就能轻松完成运动。你家里有没有拥有过这些被网上吹得天花乱坠的家电电器？解放了双手的炒菜机，又或者是能让你在早上多睡几分钟的早餐机？你看着这些宣传视频，给你带来了一种我只要拥有它，生活质量就会大幅度提升的错觉。当你真正买回家之后，问题才开始逐一暴露出来。号称能一键制造完美早餐的早餐机，一边煎着吐司，一边煎着蛋，结果加热不均匀，蛋还是生的，面包片也糊了。最后你不还是得要用平底锅来解决吗？再来就是自动炒菜机，说是能解放双手，但你也得先把食材切好，调料调好，折腾半天后炒出来的菜不是夹生就是味道奇怪。既然食材准备的工作你都做好了，也就是多拿个炒锅出来使用的事情，为何不干脆用炒锅来将食物炒熟，非得要买一个如此智障的电器回来？你可能只用过1-2次之后，发现这个机器花费你一整天的时间，步骤复杂，清理更是个大工程。如果你本身是除了工作以外休息时间没有很多，你绝大多数是想在家里休息。另外，要是你本身不是个喜欢做烘焙做点心，那购买一台需要花费你时间和精力的机器是完全没有必要。这些网红家电最大的问题呢，就是他们的使用频率远不达到你买他们的预期，而商家最懂的就是消费者的懒惰心理，他们不是卖好用的，而卖的是让你觉得好像会让你生活更方便的电器。有些钱省了不痛不痒，有些钱省了，等出事的时候你只会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这么抠，不愿意多掏点钱。车保险就是典型的后者。有人在买车保险的时候都会纠结，全险太贵了，我买最便宜的基础险就好了，反正我开车技术那么好，一定不会有事的。你能保证意外不会找上你吗？要提醒一下省小钱最后可能会让你付出成倍的代价。我有过好几次的自驾旅行的经历，其中2次呢就遇上了意外事故，幸运的是我每次都要买全险，所以最后的所有损失全部都由租车公司
公司承担，我不用自己花1分钱去修车，不用去扯皮，不用面对各种保险理赔的麻烦。可试想一下，如果当初我省下了这笔钱，觉得我应该没事吧，那最后倒霉的是我自己，倒霉的永远是我。更不用说其中一次意外呢，是发生在异国。当时在离开冰岛的前一天发生了车祸，是当我的车开在十字路口的时候，左边刚好有个大货车撞过来，还好我的朋友反应快，就是虽然车的前面已经破皮了，但是人还是好好的，没事儿。如果不是因为买了全险，可能到最后需要更改行程计划，留在冰岛处理车的事情。我身边呢也有相反的例子，就是我一个朋友，他的车有一次在路上被别的车追尾了，本来这应该是对方全责的事情，但偏偏他买的保险是最便宜的基础险，结果他的保险公司根本不帮他减轻车辆损失的费用，最后他不仅要自己掏钱修车，还得花时间和各个保险公司周旋。我必须要最后提醒一句，保险真正的意义呢，从来不是让你占便宜，而是防止最坏的情况发生时，你的损失能降到最低。假如你真的遇到事故，或者是被人碰瓷，甚至是遇到一些扯皮不清的责任纠纷的时候，好的保险能帮你省下的不只是金钱，更是精力和时间。你是否会认为囤货就等于省钱？囤货最大的骗局就是你以为省钱，最后反而浪费更多。像是超市里的折扣、网购满减、会员促销，光是听到这几个字就能让人想着疯狂去囤货。囤货最容易出现在我们日常消耗品上，比如护肤品食品日用品，会觉得反正以后都要用的，还是多囤几瓶划算一点。等到你真正打开用的时候，才发现过期了、变质了，不能再用了，买回一大堆最后都用不完的东西，就让省钱变成了烧钱。有些人囤货呢，只是为了占便宜，买回来根本没有想过什么时候用，或者就是心血来潮，刚好就是某个直播间弹出来的优惠，你就想说，哎呀，我一定要抢，我一定要抢，然后你就买了这么多箱回家。结果等到你用它的时候呢，你要么就是已经移情别恋，爱上了其他牌子，要么你已经用这个东西用到腻了，你就想换新的。买东西最重要的从来不是占便宜，而是适量。真正懂得省钱的人呢，不是囤一堆什么折扣品，而是计算自己的需求。比如说你一年里面用到的面霜有几瓶，用到的精华有几瓶，而不是囤了一整年的物品之后，突然哪天节日又来了，你又继续囤，这个就是一个重复的过程，囤到最后你东西还没用完，家里堆的也乱糟糟的。好了，这个就是以上今天所有内容。如果喜欢今天这期视频，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，是对我频道最大的支持。那我们下周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